身上加速就射，准备电击，200焦了，再次电击，250焦。不行了，女儿以后我就靠你照顾了。灵儿，你是个好女婿，今天有些任性，你要多包容。我会照顾好情绪，坚持住。这医院这边新联系到我们的特效，说即将就到。对，这特效药这8000万是刷的你的。妈听你，谢谢。这都是我应该做的，咱不说话啊。休息。哎，陈院长，肖先生，特效药已经到了，请尽快安排领取。目前全国仅此一颗。好，我马上就过去。妈，特效药到了，我现在就去签字领取，一定把您治好，不让青青担忧。妈，你在外边要玩的开心啊！等你回来，你的宝贝女儿给你承包了全程3天的宴席，到时候好好给你庆祝。谢陈院长，我过来取特效药的。肖先生，很抱歉，特效药被司总强行调用了。你说什么？阿姨，您的病情呢就不用担心了，我已经让医院成立了专家组，很快就能出院了。真的？哎呦，那真是太谢谢你了。阿姨，跟我就不用那么客气了，叫我以前就行。哎呀，你说我这儿子呀，要是能娶到你这样的好媳妇儿，那可真是煮饭都冒青烟了。啊，我给您倒杯水去。妈，你怎么了？沈云峰，护士，把你们院长叫过来，现在。苏总，陈院长，咱们医院有没有储备肾脏类的特效药？有倒是有，但是半个小时前被人预定过了。谁预定的？这正是我要让病人签字的资料，您过目。萧凌。这个药我要。苏总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江先生的母亲是肾炎，还能治疗，可肖先生的母亲是肾衰竭晚期，急需特效药救命。江泽的母亲肾炎十分严重，如果医院控制不好，肾功能衰竭，最后形成了尿毒症，这个责任谁来担？没有特效药，肖先生的母亲恐怕是挺不过今天。马上去办，不然我就撤销对你们医院3个亿的投资。陈院长，肖林他妈今天早上还在我们家给我们家打扫卫生，怎么可能晚上就是肾衰竭晚期了？这些年也是我太放权给他，竟然敢私自挪用我的照护资金。陈院长，你刚刚说特效药谁抢走了？是你的妻子苏雨晴。那明明是我医院的特效药，你们凭什么给他们呀？我理解事情的重要性，但是苏总是我们医院最大的股东，我作为院长也不能为力。他们在319病房，你去问问他吧。老婆，出去，给打扰江泽妈妈休息。没事。
老婆，为什么要抢我预约的特效药啊？亲妈，你又想用我妈来吓唬萧凌？你不会真觉得我不知道我妈在哪儿？看看，我妈人在马来西亚度假呢，你还有什么话好说？这都是你妈怕你担心，她让我发的。发个朋友圈，因为我们别让天天担心。妈妈，无话可说了。萧凌，你现在连诅咒我妈的谎都敢撒，是真让人恶心。我告诉你，我呢已经给妈妈订了全程的生日宴，她不仅会好好的，等下个月回来，我们还会在一起好好的庆祝。行，我现在不跟你吵那么多，你跟我回病房，你看一看，你什么都清楚了。行了，你不就想让我去你病房看看你妈吗？行，我答应你，等江泽妈妈这边睡下了，我就去看，行吗？别再无理取闹了。苏一晴，你到底让我跟你说多少遍？是你妈快不行了，你最爱的妈，从小把你养到大，你最亲爱的妈。再敢诅咒我妈一句，就给我滚出去！行了，别在这里装可怜了。苏总的妈妈真的在马来西亚，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就是你妒忌苏总在这里照顾我妈，才编出这么一个荒唐的理由。小星星，行，你们都是好人。妈，还是别吓我呀！我没让晴晴过来看你一眼，你也没看见她最后一眼，妈。这个人太可怜了，明明都以为预定到特效药了，结果被自己的妻子抢走了。其实我听说319病房的病人其实并没有那么严重。我倒要看看萧凌到底在搞什么名堂。多大的病啊，还住上 VIP 病房，真把自己当上等。真死了？你妈什么时候病重的？苏总，都怪我妈病的不是时候，才让肖先生的妈妈没留住。你不用愧疚，阿姨也需要特效药，要怪只能怪他妈运气不好啊。要不你也别太难受了，虽然没救得了你妈妈的命，但特效药救了江泽妈妈的命啊，也算没白费，对吧？什么时候肾炎也严重到要吃8000万的特效药？那肾炎要是维持不好，不就变成你妈这样了吗？当然要吃了。哎，行了，这是一张200万的卡，你拿着给妈风光大办，也算没亏待她这些年在我们家当保姆，她这也是享享清福了。邹一姐，我劝你自己掀开被子看一眼，还有这个破钱，自己留着花。你妈事情你真就不管了？你不管也别给我管呀！死人多晦气，我可不想跑。走吧，以晴，别为这些破人破事纠缠。
宋一晴，我等着你后悔那天。灵儿，好端端的，怎么突然说要离婚啊？妈，别问了，这婚我立定了。你要是走了，以晴的公司也不就完了吗？妈可是知道，这个公司一直都是你在撑着，你忘了当年你俩的感情有多好？小玲，我真的很感谢你和妈愿意卖房子支持我的事业，我们结婚吧。小玲，其实我家很有钱，我装穷不过是为了看看大家是不是冲着我的钱来，可只有你对我是真心的，也是最老实的，我比较放心。妈，当年他说的话还有一半没说完，他就用这个装穷救母的把戏，同时骗了10个男的，而我是那个最老实、最不计较财产的优胜者。妈，5年，我当傻子当了5年，我包揽家务，上缴工资，他公司的业务我帮他拉拢，我帮他赚钱。我原本认为他是原生家庭的性格扭曲，他心里有我就当了5年的冤大头。我不想当。好好好，妈都听你的，妈就一个要求，你以后要好好照顾自己。妈，放心吧，我会把你安排好，剩下的事儿我知道该怎么做。回来了，都跟你说了，别在公司工作那么晚。看看我给你准备什么了。说吧，什么事儿？这是我妈最喜欢的那个陶瓷罐，我拿来给你妈装骨灰，对你够好了吧？这陶瓷可是明朝的，品相漂亮极了。等我死了，一把老骨头全都装到里面，能住到里面，我死了也开心。你刚才说里面装的是我妈？对啊，怎么了？她平时有多厌恶我妈呀？所以才会忽略那么多细节，哪怕是火化都没在最后看一眼阵容。你可别小瞧这个陶瓷罐，这个罐子可是我妈专门找大师开过光的，她平时可宝贝了，都不舍得拿出来，我专门留下来给你妈装骨灰，那是看得起你们家。你不跟我说声谢谢啊？你真不说啊？不是萧凌，你至于吗？那事情都过去多长时间了？再说我也不是故意的。行，那我谢谢你。对嘛，光口头谢谢怎么够啊？我的意思是，阿在这段时间为咱们公司跑前跑后的，多辛苦啊！我听说你手头有几个快完成的大项目，你分他几个？真是难为你了，明明可以直接抢，还煞费苦心在这演这出戏。你大概不知道，公司重点对接项目的人只认我妈，只要我一走，这些项目合作就完了。公司没了，项目也完了。行，没问题。我不仅这个项目给他，我手上所有的项目我都给他，还有我总监这个位置我也给他，还有你这个破公司也都给他。这冤大头，他妈的够了！什么意思，小玲？故意跟我抬杠是吧？你不是让我感谢江泽吗？职位项目我都拱手相让，全部按照你的意思做的，你又不满意了？好心好意的过来跟你商量，就给我这个态度。好，我就不相信这个公司离了你还赚不了了，错把平台的能力当自己的能力。我的客户、员工是认你
还是任务？我现在正式下达通知，你因重大工作失误被踢出核心团队，由江泽接管一切。肖总监，刚才苏总发布的声明是什么意思？好好的项目怎么就换负责人了？这个项目是你熬了大半个月，眼看着快完成了，苏总卸磨杀驴。肖总监，你要是不做这个项目，那我也退出。敬酒不吃吃罚酒，这就是顶撞我的下场。啊，我忘了，这里是我家，要走也是你给我滚。正合我意。我明说了，这个项目的对接人不是萧凛，我不干了。我也是，我们是出于对他的信任才来的你们公司。没错，既然他撂挑子不干了，我们也走，同时还要起诉你们公司，赔偿我们违约损失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告诉你，他不干，我也不干了。我起诉你们，我一定要起诉你们，我肯定要。坏了，萧林真的太坏了，他居然留了一手。一些项目合作对接人签字是他的名字，一些大客户只认他一个人。你看着吧，只需要3秒，这个废物一定会接我的电话。按照以往的惯例，他撑不了多久就得来求我。3、2、1。萧凌，你竟然敢旷工！你信不信我马上扣光你的年终奖，工资减半？萧凌，你竟然敢旷工！你信不信我马上扣光你的年终奖，工资减半？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什么态度？你的客户一大清早就来公司闹事儿，我看江泽连饭都没吃，净给你处理这些破事儿了。你还有脸躲着不来？我警告你，就限你半小时时间，马上立刻给我滚到公司里来，否则你就再也别来了。苏总，你可真会说笑啊！我一个犯了错误被踢出团队的人，我哪那么大的本事啊？你呀，就让你那个才华横溢的江助理帮你去解决，啊！小李，你再不来，我可不敢保证这里面能装多少你妈的遗物。苏以晴，我告诉你啊，你不要动里面的东西，不然你会后悔的，因为里面装的是你的母亲。是时候让他知道真相了。这个就是他们的转让协议，具体价格在这里。如你所愿，公司要完了，客户都跑光了，你现在知道来，晚了，会让你付出代价。那，你宝贝的东西在那儿。肖哥，对不起啊，我只是想拍照来着，结果不小心把罐子摔碎了。啊，刚好给阿姨搬了个新家，你瞧瞧，里面可舒服了。你不会要怪罪我吧？我这就给你下跪道歉。你磕什么磕？你又没做错什么。萧凌，
你这破罐子把江泽的手都割破了，他可是靠手吃饭的天才，你说说怎么赔？那你说怎么赔？现在去把客户挽回来还来得及，你只需要打个电话。你上次说把所有的项目都转交给他，我觉得这种道歉就很合适啊。只不过他现在手受伤了，需要休息，你把他的活干了，挂上他的名字就可以了。否则的话，他下次手抖可就不仅仅是摔罐子，或许把这些不干净的东西倒进马桶里冲了也说不定。倒进马桶里冲了也不定。苏总，那多不好意思呀，一点小伤，不碍事的。只是项目有很多经验不足的地方，还需要肖哥多帮忙把关。既然你们这么恶毒，那就别怪我狠心了。我再说一遍，我不同意。你想干什么你就干什么，随便。好，好的很，这可是你说的。既然是你说的，那我可就到了。看你能撑多久。住手！小柳，你竟然还报警！妈，你个老钓鱼姑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苏雨晴，到现在你自己瞪大看看清楚，亲生的不是我妈，是你的亲生母亲。你觉得自有余辜吗？你还觉得他死有余辜吗？别信他，现在 PS 技术很高明的，什么都可以伪造，别被他骗了。伯母前段时间不还好好的吗？怎么可能走得这么突然？小玲，你就这么点骗人的本事？你什么意思？这些文件是你伪造的 ，PS 的手段比以前进步了。你认为这文件是我伪造的？废话，像你这种人，什么事情做不出来？把你妈 P 成我妈，你不就是为了找我报销那8000万的医药费吗？我告诉你，做梦！8000万是你自己母亲刷自己银行卡刷的，她肾衰竭怕你担心，所以才没让我告诉你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你母亲的银行卡好像的确有一笔8000万的支出。看来是有人监守自盗，把家里的钱往外转，还真是厚颜无耻。原来如此，小玲，你为了给你妈治病，竟然敢骗我妈的银行卡出来刷钱，真是让我恶心。你真是蠢的可以。警官，还不把这个混蛋赶紧抓起来，关几天？这些是你们的家务事，没事别浪费精力。我们走。谢谢。肖林，你个大男人居然还报警，真是恶人先告状。现在警察也不管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肖林，这8000万的事儿不会就这么结束的，你最好赶紧把钱还回来，否则等我妈回来，我就把全部事情告诉她。你必被赶出苏家。
还回来？你妈现在就在你眼前。好，你可以不相信我，但我建议你自己去验证一下。你看你母亲现在还在不在人世？别再给我耍花招了。打电话是？行。我当着你的面儿，我就当着你的面打。奇怪，我妈的电话怎么没人接？还闹不清楚呢，因为你妈现在已经不在人世了。不可能！你少骗我了，江泽。我妈现在什么情况？阿泽，我最近项目有点多，工作忙，家里都顾不上管。我妈要是有什么要求，你就直接替我安排。照顾你母亲，不是我应该做的吗？就你嘴甜。我之所以这么做，也是希望你能尽快融入苏家，以后方便给你安排更高的职位。我一定会把阿姨当做我亲生母亲一样对待的。照顾这个年纪的老太婆最麻烦，到时候直接给她办张银行卡，让她随便花就是，老子还能趁机吃点回扣，捞点油水。江泽，我问你话呢，我妈电话怎么打不通？这自己看看。啊，我想起来了，我给老夫人安排的是新马泰10日游，今天她飞泰国，看一下时间，应该在飞机上，所以没有信号。原来如此，放心吧，2个小时之后就能联系上了。江泽，你办事果然是既细心又靠谱，不像有些人成天就知道骗我妈的钱，简直就是个捞男。小玲，你就不能学学人家江泽？我们结婚这么多年，你何曾照顾过我，照顾过我妈？人家江泽一个外人，对我妈却是无微不至的关心。自从你找来江泽之后，你就根本不让我插手你的生活起居。我但凡对你有一点点关系，那就是挨骂。而且我是项目的负责人，我工作很忙的，我时常忘记吃饭，我落下了严重的胃病，你还让我学他？那怎么了？你难道不是我们苏家的女婿吗？你对我妈，但凡有对你妈一半的好，这区区8000万，我都不可能跟你算。这3年多，一直都是我抽空照顾你妈。你问问她，照顾过老太太。你什么意思，小玲？你现在瞒不过我，就故意抹黑江泽是吧？这些年来，我妈的一举一动都是江泽一一汇报给我的，你说他没管过？一举一动，老太太住院这么久，他知道吗？你敢说这话？没事的，苏总，毕竟我和您母亲走得太亲近了，萧凌吃醋在意也是人之常情。什么人之常情？自己不知道照顾我妈，现在还有理了，真是恬不知耻。萧凌，这些年你吃我苏家的，喝我苏家的，偷我妈的钱给你妈看病，说你吃里扒外那都是轻的，我让你把你的项目成果给江泽，那是给你一个补偿的机会，你但凡还有一点良心，就赶紧签字同意。那我是不是还要感谢你啊？感谢你给我这次机会，苏总。我就知道你不会同意，那你妈你也别要。这么在意啊？还敢说那盒子里装的不是你妈？你到底有没有一点人情味？难道这里面装的是我妈，你就可以随便砸吗？小葛，这么说可就是你不对了。苏总他只是为了得到真相试探了一下，结果是你自己露出了马脚。没错，你口口声声的都在诅咒我妈死了，我没跟你算账，你还跑来说我没人情，你真是令人作呕。好，宁愿相信别人说的谎话，也不愿意相信我说的实话，是吧？好，你们不就是希望我签字吗？拿来吧。你答应了？趁我没反悔，赶紧给我拿过来。早这么做不就完了？浪费我那么长时间。
这字儿我可以签，但是你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。果然有条件，我让你做一件事就这么难？苏总，毕竟萧哥是跟这个项目从头到尾的，他有什么条件，我们就答应他。行行行，你先说说看，要是太过分，我可不会答应。我的条件就是，这个项目结束之后，我要辞职，我要离开企业，从此我们天南地北，两不相欠。说什么？小李，你疯了吗？我没疯，当初我愿意留下，是因为答应你的母亲替你照顾好集团。可现在看来，这个集团已经没有容身之处了。你威胁我是吧？你别忘了，你现在能享受这一切的荣华富贵，都是我苏家给你的。一旦离开了苏氏集团，将变得一文不值。那就不劳你费心了。你如果萧凌离开，那整个集团岂不是都是我的了？苏总，萧哥去意已决，他也是已经找好下家了吧？原来如此，原来你早就已经谋划好怎么离开公司了。行，那就赶紧滚蛋，苏氏不缺人。我靠，没听错吧？肖总居然要离职？你不知道，这次就是苏总将肖总的项目成果分配给了江特助，这才导致肖总辞职。真的，怪不得呢。你们都没事干了是吧？都这么闲吗？苏总，你别生气了。哦，对了，你母亲给我回消息了，看看。我就知道，阿泽，只有你是不会骗我，只有你是真心对我好的。那是当然了，你把公司的项目成果交给我，会承担许多的舆论压力，我会心疼的。那又如何？只要你想要的，我通通都给。那我要你和萧凌离婚呢？你说什么？不是你问我想要什么，那我当然想要一直和你在一起啊。萧凌他还是爱我的，现在只是赌气离职罢了。过2天他自己就老实。离婚这件事情，以后就不要再提。看来他心里还是有萧凌的，这样我可不好下手。那好吧，你现在若是不能离婚的话，那你得补偿我。你想要什么补偿啊？那我就要苏氏集团的3成股份。你为集团做了这么多，拿点股份奖励你，还不是应该的？谢谢苏总。切，你怎么不进去啊？里面有人睡觉。睡觉？你这小子到底找的什么公司合作？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有人在甲方的会议室里睡觉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掌握了好几个通宵，终于把方案搞出来了。刚才实在太困了，一不小心睡着了。没关系，说一下你方案吧。我的方案在那儿。感谢大家。老肖，你果然没有我失望啊！像你这样的技术大牛，待在苏氏简直太凄惨了。不如来我信和，咱们兄弟联手，总经理的位置是你的，股份也给你分一半，怎么样？把人带过来，咱们强强联合。我考虑考虑吧，还有不少资方都在联系我，而且我需要点时间。苏氏集团一旦离开我，立马……哦，对了，这我姐，骄过去的事儿，我们就不再提了。我等着苏雨晴后悔那天。妈现在最放心不下的人，就是
你放心，只要亲戚不让我陷害，我一定照顾他。我对得起妈，我也对得起苏雨晴，是她自己一意孤行作死，这就怪不得我了。苏雨晴现在呢，整天和那白月光助理卿卿我我，念念不忘，连我都知道。明天是我岳母下葬的日子，到时候医院跟亲戚都会通知她。明天就是让她看清真相、后悔的时候。姐，为什么病重了都不跟我说一声？舅舅，你也别怪妈，她只是怕你担心，所以没让我通知你。小林，你是个好孩子，这么多天，幸亏有你照顾我姐。对了，晴晴人呢？这马上就要下葬了，怎么还瞧不见她？我跟她说了时间，她可能是工作太忙，所以亲母下葬，她竟然不管不顾！我这就给她打电话。喂，舅舅。婷婷，现在在哪儿？我在去公司路上。什么？现在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忙什么工作？赶紧给我滚来木样，马上！今天你要是不过来，咱们就断绝关系。以后你也别叫我舅舅，我没你这个外甥女。又是萧林这家伙在从中作梗。萧林，你恶不恶心？我都说了，我今天不会来这里，结果你竟然找到我舅舅那儿去，你有意思吗？为什么不来？舅舅，我公司最近真的很忙，像这种下葬仪式，不过就是走个流程，我来干嘛呀？住嘴！你说的是人话吗？本来就是，这是他妈下葬，又不是我妈，我跑过来干嘛？你好好给我看清楚，明明就是你妈，我的亲姐姐杨琴。舅舅，怎么连你也跟着他胡扯啊？你也被他买通了？你，等等，这里怎么这么眼熟？萧凌，你好大的胆子！这里可是我妈花了重金提前买下来的风水宝地，竟然把你妈埋在这里！苏雨晴，我是不是现在跟你说什么你都不会信？废话，这都抓着你现行了，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你不仅花我妈的钱给你妈治病，现在人没了，你还鸠占鹊巢，把你妈葬在我妈挑好的墓地。我当初真是瞎了眼了，才会看上你这种贪财又爱占便宜的无耻之徒。住口！晴晴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够！你们都是一伙！我警告你，我绝不允许你们把人埋在这里。你母亲离世，不将她埋葬在这儿，你要葬去哪里？舅舅，你到底收了萧凌多少好处？为什么处处替她说话？我妈人现在好端端的，在新玛特度假呢。她昨天还跟我发消息，说她很快就能回来了。昨天发的消息，该不会是江泽告诉你的吧？萧凌，你真是嫉妒心作祟。人家江泽就是比你有责任心，就是比你大度。他把我妈照顾得很好，所以你就收起你那虚伪的骗局吧。诸位家属，吉时到了，可以下葬了。没有我的允许，我看谁敢下葬！晴晴，你是不是疯了？这里是我和我妈挑选了很久，花重金买下的风水宝地。萧凌他妈一个农村人，他凭什么葬在这？他也配？苏雨晴，你还在胡说！我胡说？舅舅，我就问你一句：如果我把我妈的墓地让给了别人，等我妈100年之后，她又该葬在哪里？难不成要将她的尸骨葬在荒郊野岭吗？疯！真的是疯了！我没疯，是你们疯了！舅舅，我不管你收了萧凌多少钱，但你得记得，你是我妈的弟弟，是我的亲舅舅。诸位，吉时已到，再不埋葬就来不及了。不许葬！苏雨晴，你究竟闹够没有？我闹？萧凌，你脸皮是真够厚的，连我妈的墓地你跟你妈都要抢，你们家祖上是抢劫来的吗？真不愧是乡巴佬，贱骨头，上得台面。怎么了？我说错了吗？你们家全家都是农村人，能来城里住都是靠了我们苏家。
现在人死了还不落叶归根，还想葬在城里的风水宝地，这叫人心不足蛇吞象。我知道你一直都看不上我妈，觉得我妈土，但你以为我妈不知道吗？所以这些年我妈跟你们苏家没有半点来往。算他有点自知之明。他既然生前不来，那死后也别来沾我们家的光，我先恶心。好死不死，你心那么急，这骨灰盒里装的是我妈的手。废话，这要真是我妈，你能这么跑前跑后的忙活？你看看你，披麻戴孝，俨然一副孝子贤孙的模样。这要真是我母亲，你们这么尽心尽力的操持，那你可知道老太太这些年饮食起居是谁照顾的吗？我当然知道，之前我就说过，是江泽一直在照顾我母亲。江泽这些年就没有踏足过你妈家半步。哎妈，怎么了？什么？脚崴了？您别着急啊，你在家等我，我看看。是。妈，晴晴不是让她助理江泽来照顾你吗？像以后洗窗帘这样的事情，你让她直接联系管家，别自己上高下低的，多危险啊！哎呀，妈没事儿。人家江特助平时那么忙的，妈怎么好意思麻烦人家呢？除了帮我用微信绑定了一张银行卡，平时很少联系的。行吧，妈，你下次再有什么事儿，你直接联系我。好，你也不用太累了啊。哼，江泽什么都没做，难不成是你照顾的我妈？我发现你这个人真的是很会邀功啊！我看你跟萧凌之间一定是有什么误会。你妈以前经常跟我说，自己这个女婿很满意，比亲儿子还孝顺。她还说呀，够了，舅舅，你不用拿这句话来点我。就算萧凌对我妈真的还不错，我也不可能把我妈的墓地让给她呀。真是蠢呐！我姐怎么生了你这么个蠢货？舅舅，你到底被萧凌灌了什么迷魂汤？好，你们口口声声说这里面是我妈，那你们告诉我，这到底是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怎么样？还能说什么？我就听你们继续编故事，我就看你们怎么圆。小莲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我姐姐的微信昨天还在回晴晴的消息，难道是撞邪了？拿到结果了，苏雨晴他妈真的死了，这是医院开的死亡证明。真的死了？这么多？怎么？你还真担心苏雨晴会难过呀？我难过什么？又不是我妈，只不过苏雨晴是知道我没照顾好她妈，公司的股份肯定不会给我。有了，当初绑定银行卡的时候，我偷偷记下了他妈微信的登录密码，等我伪造一份聊天记录，先拿到公司股份再说。现在证据摆在眼前，我看你们还能说什么？因为有人盗用这个微信，伪造聊天记录。盗微信？小李，你现在想象力越来越丰富了。可是我妈的微信又有谁会？还特意给我回消息留言。那你就要问问你那个好助理了。你现在真是编故事的高手，我不可能再相信你。这事儿等等再说，先把人安葬了，好吧？及时已到，入土为安。我看谁敢！这是我妈的墓地，谁也不准动。晴晴，真相究竟是什么？等过后，我陪你一起去验证，行不行？死者为大，应该入土为安。萧凌他妈想要入土为安，就回他的农村老家去。
这里本来就不是他该来的地方。亲家，你有完没完了？还有没有对长辈的一丝尊重？尊重？现在别跟我谈什么尊重。如果我今天让他葬在这里，到时候我发现不是我妈的骨灰，那我该怎么办？我还能把他挖出来不成？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呀？小玲，你家祖上难道没有祖坟吗？带上你妈的骨灰回你家老家，落叶归根，这不是你们祖上的传统和习俗吗？为什么非要来我妈的墓地上？如果这里面装的是我的母亲，我不会占你们苏家任何便宜。那好啊，那你就赶紧带着你妈的骨灰滚啊！够了！这个畜生，你妈都已经死了，你还不让她入土为安？你是存心想让她在九泉之下都不得安宁啊！你少给我扣帽子！今天我在这，谁也不准下葬。舅舅，我是长辈，你必须听我的。好的，葬。吉时已到，入土为安。住手！我看你们谁！青青，别上去捣乱形象。放开我！你到底跟谁一伙的？当然是站你母亲这头。你赶紧把我放开！不会让任何人把他葬在我妈的墓里。青青，听我的，不要阻止，不然以后你一定会后悔的。后悔？我凭什么后悔？该后悔的应该是萧凌。让开我！要干什么？这次胡来，这里面装的是你的亲妈呀！我胡来，我想要安葬你，天不让你们如愿。不是想葬吗？我看没了盒子，你们还怎么葬？完了，就是完了！你这个混账！知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你的亲妈？好好看看，你妈从不离身的玉镯。你妈说过，人在，人死才庄和。庄和。高仿的是吧？萧凌啊，没想到你妈连死都这么虚荣。连舅舅的话都不信，为什么要摔他？我明明早就说过了，是你们自己不听，活该。舅舅，没事吧？疯了，真的是疯了！今日竟做下这丧尽天良的事儿啊！我刚刚已经把话说得很清楚，没有我的允许，谁也不准下葬。你们自己不听，那我就让他死无葬身之地。这个混账！你妈怎么会生下你这个畜生？所作所为，简直有悖人伦，简直是枉为人呐！姐姐，是我们没有保护好你，我没有将你的尸骨保护好，让这个畜生糟践了你。舅舅，好了，我们起来。行了，都这样了，就别装了，不就是一个盒子吗？萧凌，大不了事后我赔你妈一个就是。不用了，现在装大度了，你不要我还不稀得给。怎么办呢？本来也就是骨灰渣子，不就沾了点泥水，又不是不能用。苏玉晴，是你亲手葬送的他，从此以后，你与我之间那就是死仇了。做这件事就不怕遭报应吗？报应是他萧凌鸠占鹊巢在先，就算是有报应，也该报应到他头上。苏玉晴，你记住了，是你今天不让我下葬的，我自己会想办法，我会找地方下葬他老人家。但从此以后，你想祭拜
这是绝对不可能的。你妈的坟，请我去我都不稀罕去，还去祭拜，做梦！好，你别后悔。萧凌，你少给我来这一套，你不会又在跟我玩什么缓兵之计吧？等把我哄走之后，再偷偷摸摸的把你妈埋回来。原来在你眼中，竟是如此厚颜无耻之人。我告诉你，你想都别想，我会派人看在这里，倘若我发现你又把你妈埋葬回来，我就让他们挖出，全部丢掉。行，你放心，我说到做到。那请问您之前预定的墓碑要怎么处理？对，墓碑，你去看一眼就会知道这是谁的。我看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吧。你不是一直怀疑这里面是不是你妈吗？墓碑就在前面厂房，你去看一眼就会知道真相的。哼，你们给我等着，看就看。苏总，你在哪里？客户等半天了。别提了，萧凌那个丧门星，天天就知道给我惹麻烦，我都不晓得他是从哪儿知道墓地位置的。他竟然想把他妈埋在我妈挑好的风水宝地里。先别管萧凌了，客户着急见您呢。那好，我现在就赶回公司去。哦，对了，你挑几个专人过来给我守着墓地，绝对不能让萧凌他妈埋进来。想不到姐姐加倍宠爱，竟然养出这么一个畜生。小莲，幸亏现在还有你。舅舅，您客气了。当初妈培养我，没少花费资源，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。在我心中，她跟我自己的亲生母亲没什么区别。你是一个有情义的好孩子呀，只可惜娶了晴晴。那现在咱们该怎么办？舅舅，以我对晴晴的了解，她不会善罢甘休的。如果我们真的把妈埋在这儿，她一定会找人把她给挖出来的。他敢，老子劈了他！舅舅，妈的尸骨未寒，我们总不能就把她放在这儿吧？要不，我们就在这儿再买个另外的墓地呢？在这儿，这儿的墓地很贵的，要200-300万。确实不便宜啊！这些年，虽然挂着苏氏集团经理的名头，却没有任何分红。舅舅他也只是普通员工，不可能有100万存款。要不，我去找亲戚借点儿。哎，不，舅舅，妈临终前特意嘱咐，除了您以外，不要惊动任何亲戚朋友。那怎么办啊？我来想办法吧。哎，老乡，咋了？哎，星河，你看，你那边方不方便帮我拿200万？200万，好，多谢了，我会尽快还你。你说说你啊，好歹也是行业顶级开发商，身上连200万都没有。要我说啊，趁早来跟兄弟混吧啊！哎，再说吧。哎，等等，老乡，你听说没？最近啊，苏氏集团大规模裁员，好多老员工都被裁员掉了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星河，这种事可不能开玩笑啊！你真不知道，这批裁员名单里头，大部分可都是你那个项目组的成员呢。行，我知道了，我会调查清楚。谢了啊，舅舅。妈，感谢你对小林这些年的栽培和信任。小林，我齿难忘。只不过你之前跟我说的，让我帮你照顾好晴晴这件事，现在看来，他已经不需要了。小林啊，苏氏集团是姐姐姐夫一手创办，现在大部分的股权都在姐姐手里。他有没有立遗嘱说如何分配啊？
姐姐指定你为全部股权继承人，你为什么不早说？舅舅，晴晴她一向多疑，她怀疑我，一直惦记这个苏氏集团，所以我如果把这个拿出来给她看的话，她一定会跟我大吵大闹的。可苏氏是姐姐的心血，你千万要守护好她。必要时，哪怕将晴晴赶出管理层，舅舅也全力支持你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舅舅，公司那边还有事情，要不我先过去。好，你去忙吧。苏总，这次的项目就交给你们了。刘总您客气了，我们苏氏呢，在业界也是广受好评的。好，那我就等着苏氏集团的好消息了。那我先送一下刘总。江泽，一个新开的公司签了这么大的合同，能靠谱吗？苏总，这个项目是我亲自盯的，你还不信我吗？我当然相信你了。除了我妈，你是我最信任的人。你怎么来了？萧凌，萧凌，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你要退出苏氏集团，现在怎么又回来了？我听说苏氏辞退了一些老员工，有这回事吗？江泽，有这回事吗？苏总，忘告诉你，公司确实辞退了一些，都是一些吃干饭的老员工。吃干饭？这些老员工，妈在的时候就立下了汗马功劳，你说辞退就辞退啊？萧哥，以前我尊重你，叫你一声哥，真的把自己当哥了。你别忘了，你宣布离开集团，现在我辞退员工和你有半毛钱的关系吗？是，我的确离开了集团，但苏氏集团是我岳母的心血，我不可能看你胡作非为，搞垮集团。小李，你说够了没有？我妈是我妈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从你决定离开公司的那一瞬间起，你跟这个集团就没有半点关系。苏雨晴，你到现在还看不明白吗？江泽辞退的这些人，都是公司的有功元老，他之所以这样，无非就是想换新鲜血液，独揽大权，之后架空于你。好一个架空！你真是心脏，看谁都是肮脏不堪。我告诉你，江泽根本就不是这种人。别说架空我，就算他真的想要集团的控制权，我就给他了，你能怎样？我就给他了，你能怎样？你说什么？苏雨晴，你真是蠢到无可救药了。蠢！这辈子干过最蠢的事情就是嫁给你。你刚刚说的是真心的？当然是真心的。你知道我当初嫁给你这个农村来的穷小子，有多少人嘲笑我找了个凤凰男？你自己也不争气，这么多年来一点成绩都没做出来，来证明我的眼光。现在所有人都说你萧凌就是我苏家一条吃耳饭的狗。之前苏氏集团的项目80%都是我日日夜夜研发的，所以岳母才愿意在遗嘱中将集团全部的股份交给我。她都能看清楚，你却眼瞎。萧凌，我看你就是见不得公司上下团结一心，所以故意挑拨我和苏总之间的关系。可是苏总慧眼识英才，他绝不可能上你的当。江泽，你现在做了什么？你自己心里清楚。萧凌，你没资格指责我。你知道我现在是什么身份吗？我现在是掌握苏氏集团30%股份的大股。你算什么东西？说什么？自己看看。苏雨晴，你既然自己做主，把苏氏集团30%的股份转给一个外人，你真是好样的。
你真是好样的！我是苏氏的董事长，我这么做怎么了？你的董事长之位是妈委任的，你有给予别人股份的权利吗？等妈回来，我会跟妈说的。江泽这些年对公司的贡献那么大，苦苦功高，我给他点股份怎么了？等你妈回来，苏玉清，你妈已经再也回不来了。你说江泽为公司有贡献，那被他辞退的那帮人，不是为公司奋斗了20年，就是30年的有功之臣。你为了扶江泽上位，你把他们一脚踢开，你如何比动？我有功之臣，你这话说的没错，但是公司没有给他们发薪水，他们是有，但他们拿了钱，公司可不欠他们的。我看你这次来是另有所图吧？你说我另有所图？你瞒得了苏总，却瞒不了我。我没猜错的话，裁掉的那些员工之前都是你项目组的，这些也就是你安插在苏氏集团内部的自己人吧？说的没错，我终于明白了，难怪你平时那么偏袒那些员工。小李，你心思够深的呀！你是不是想要彻底操控苏氏，让它变成你们萧家的产业？操控苏氏集团？苏玉清，这些人可是你妈当年花了重金培养的顶尖人才。说什么？小李，妈，你的人品和能力呢，我都很放心。这次公司出资组织出国游学，我安排你来带队，你带着这些员工呢，一起出去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。我跟秦林刚结婚，晴晴那边我会替你解释的，反正也就半年时间，我相信以你的学习能力啊，半年之后将会成为整个行业的大人。到时候苏氏和景晴可都指望你了。放心吧，妈，我不会辜负你的期望。你记住了，一定要照顾好这些员工，你和这些员工就是苏氏集团的未来。我记住了。当年我刚结婚半年，我突然之间要出国半年，我就是带着这些人出国深造，学习顶尖的技术与理念。回国之后，我推陈出新，才会有苏氏集团飞速的发展，才会成为顶尖的龙头企业。这不可能！如果是真的，我怎么可能不知道？因为那个时候你还没有入驻苏氏集团，这帮人这些年没日没夜加班加点，才会有这么快的发展。这些你都没有看在眼里吗？江泽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那自然是不可能的。公司能有今天的发展，全是苏总的英明领导，还有我们业务部门跑断腿拉来的业务。你们技术部门完全就是吃了时代的红利。江泽，你说话要讲良心。如果不是苏氏技术强大，你会给公司拉来这么多业务吗？哦，是吗？那你知道吗？这次公司裁员其实就是老董事长许可的。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就知道你会闹这么一出，所以我早做了准备。大家好好看看，这次公司裁员其实是老董事长许可，我只是背锅罢了。现在肖哥既然找上门来，那我也就不瞒着了。果然是我妈要裁掉这些员工的，甚至还有详细的裁员名单。老董事长，这不是过河拆桥吗？辞退人也就罢了，怎么还让江特助背锅呀？老资本家嘛，就是想要吸人血，装好人。原来是你，是你盗取了老太太的微信，这一切都是你谋划的。肖哥，你这么说可就过分了。我母亲的微信是她自己在用，我还能盗取不成？难不成你又要伪造谣言，说老夫人去世了？我警告你，不许侮辱我妈！肖丽，你够了！现在给他身上泼脏水就算了，你还要动手打人吗？这是个彻头彻尾的野蛮人！我野蛮人？你知不知道你做了多少肮脏的事情？我当然知道了。江泽做的事情让这么多人辱骂他，可是他还愿意替我妈背黑锅，这才是我们苏氏真正需要的员工。苏玉晴，你真是是非不分了。
你说江泽替你妈背黑锅，他分明是把这口黑锅扣在了你妈的头上。走了，别再无理取闹了。苏雨晴啊，我最后再提醒你一句，公司所有的软件项目都是这帮人维护的，你一旦把他们辞退，你手里很多的项目将无法交付。像你这种满嘴谎言的人，我怎么可能还相信？苏总，他们仗着自己的资历高，在公司作威作福、偷奸耍滑。他们明明拿着高额的工资，却想尽办法偷懒。老董事长也是看不下去了，才吩咐我，让我处理了那帮人。阿泽，我知道你一切都是为了公司好，这次让你受了这么大的委屈，你不用跟我解释什么，我会无条件相信你。这帮员工都是技术部门的骨干，他们平时忙的时候，甚至连饭都吃不上，哪有什么时间作威作福、偷奸耍滑？不需要证据证明，一切以事实说话。好，那我们拭目以待。如果你们把他们辞退，公司如果不出现大问题，我萧子让我来写。苏总、江总，不好了，我们有几个系统出现了非常严重的 bug。什么？那还不赶紧去通知技术部门，得修复 bug， 一旦造成了损失，客户是会来索赔的。我刚已经去过技术部门了，然后他们的反馈是那些系统程序十分的复杂，一时间无法应付。就去挂悬赏，找外援，只要能修复好 bug， 一个奖励100万。是。看见了吗？这就是你们做的好事儿，这就是你们做的好事儿。你还有空在这幸灾乐祸？小玲，苏轼落单你就这么开心？苏总，人有些东西得不到的话，就会想办法毁掉。我们可千万不能随了他的意。没错，是这样。你赶紧去重金挖那些行业技术大佬，告诉他们，我们苏轼有的是钱，别的地方给多少，我们苏轼给2倍。好，辞退的这才是技术部门真正的大。苏雨晴啊，你把他们赶跑了之后，花重金去别的地方挖人，不是你脑？闭嘴！这事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现在赶紧给我滚出去！苏总，把你们苏总给我请出来。啊，几位老板怎么亲自来我们公司一趟啊？我不来能行吗？你们苏轼之前的项目完成的确实不错，可维护方面也太不上心了吧？现在后台出现严重的 bug， 让你们赶紧修复 bug， 还推搡主司。是啊，就因为你们这些 bug， 导致我们公司1小时至少亏200万以上，你说该怎么办？你们苏轼生意不能这么做吧？苏总，我现在先去找人。是这样的，几位老板，我们公司最近呢确实正在进行一些人事变动，可能会有一点维修异常。你人事变动是你们公司的事儿，也不能耽搁我们公司的营业吧？没错，既然你们解决不了 bug， 你赔钱。对，按照合约赔偿我们全部损失。苏雨晴，这些都是你纵容江泽一手造成的结果。你们可以找他，这一切都是他的问题。苏雨晴，你有病吧？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这位是肖玲，是之前各位老板项目的总负责人，大家也都认识是吧？肖总当然认识，之前就是他负责和我们沟通的。所以项目出现了 bug， 冤有头债有主，你们也理应找他负责吗？对不对？有道理。肖总，这项目当初是你扛起的，现在也该对我负责才是啊。对啊，我们之前的合作还是很愉快的。诸位，我的确是想帮你们，但我现在已经不是苏氏集团的人了。啊？不是的，不是的，肖总跟各位开玩笑的。这样，你先去休息一会儿，我们得出来了结果再去通知你。行，走了。小玲，你给我过来。小玲，你现在还没有完全办完离职手续，
原则上来说，你还是集团的人。你刚刚不是跟我说，我跟苏氏集团没有任何关系吗？苏氏养了你这么多年，养兵千里，用兵一时，你就不能帮公司修复完这个 bug 之后再走？现在出现 bug 了，你想到利我？那当初你辞退这帮老员工的时候，你怎么不问问我的建议啊？你别给我那么多废话，小林，我现在可不是在求你呢。我告诉你，这些项目都是你牵头的，现在出现了这么多纰漏，我完全可以把你推出去，承担所有责任。那你现在是在威胁我？没错，如果你这次处理不好后台的 bug， 那你就自己去赔偿那些天价的违约金。好，很好，苏雨霞，原来在你眼里，我只是一个随时都可以用来顶锅的工具。苏雨霞，我不会帮你，有本事就让他们起诉我！有本事你就让他们起诉我！小林，就算你是我老公，你也不能这么胡来啊！到时候甲方追责，去法院起诉你赔偿这些巨额违约金，我一分钱都不会帮你出的。那真是巧了，我本来也没有指望过你。小林，你别得寸进尺，你以为我们苏氏离了你，这就活不了了吗？苏总，我查到资料了，这些 bug 是有人故意留下的。我明白了，小玲，你是自己得不到，就想毁了苏氏集团是吗？我毁掉苏氏，掉苏氏的人只有你！你还在信口雌黄，你为了威胁公司，让你的那些人在我们的项目里留下 bug， 以此威胁公司妥协。我告诉你，就算是我破产，我也不会留下你们这群人品败坏的害群之马的。苏雨晴，你想象力可真丰富。江泽他说什么你信什么？那现在检查出来出现 bug 了，你为什么不让他解决啊？解决 bug 需要一定的时间。最快需要多久？我已经找到猎头，发布了悬赏。苏总，3天之内，我一定就能搞定 bug。3天不行，会造成甲方那边承担巨额的损失，时间上来不及，还有没有别的办法？小玲，我不管之前那些 bug 是不是你们故意留下的，总之，只要你们这次能帮公司解决危机，之前的一切我都可以既往不咎。既往不咎，我不需要。肖哥，你和苏总夫妻一场，不至于闹成这个样子吧？苏雨霞，我萧林这辈子行得端坐得正，像故意留下 bug 这种事情，我是坚决不会做出来。而且我手底下的员工他们也不会做出来，否则逃不过我的眼睛。哎，行行行，就当你们没做过，行了吧？你就出手帮公司一把。不仅是星河集团，之前不少客户都是信任我，才会选择和苏氏合作。我不能对不起他们这份信任。小玲，我跟你说话呢，你到底行不行啊？只要能搞定这次维护，我们以后再也不会打扰你。好，我们之间最后一次。苏雨晴，这次帮完你之后，我们便形同陌路，了不相见。那就是说你答应了？所有的 bug 数据汇总到资料库，还不赶紧去！
哎，谢和，我决定了，我要离开苏氏。太好了，兄弟，你可算想清楚了。我马上去接你，我们兄弟俩联手啊，绝对能颠覆行业。是时候解决这一切。静静，没事了，都搞定了。那几位老板昨天晚上也已经回去了。真的这么快？那当然了，那些 bug 就是他们留下的，处理起来当然快。江泽，你之前说这些 bug 是萧凌和那些老员工留下的，是真的吗？当然了，你还不信我？没有，我就随便说说，我怎么可能不信任你呢？萧凌和那些老员工简直是无耻。这次你把这帮老鼠屎赶走啊，那可是大功一件，我还要好好奖励你呢。哦，那你想怎么奖励我呢？你知道的，我一直都想。啊，你别闹了，还在公司里呢。这样才刺激你。萧凌，你有没有素质啊？进来不知道敲门。我敲门了，只不过你们太忙，没听见吧？行了行了，有什么事你赶紧说。这是我的离职信，还有我们萧凌，你就那么想离开，想自由是吧？对。我警告你啊，萧凌，你不过就是解决了公司的几个 bug， 你以为是苏氏离不开你吗？实际上是你离不开苏氏，离开了我们公司的大门，你就永远只能是一个底层社会的社畜，明白吗？明白吗？我对这儿的感情，都是来源于妈。我当年大学刚毕业，她就那么信任我，花重金培养我，所以为了苏氏，我愿意放弃一切。但现在看来，这一切都变了。你什么意思？苏一晴，到现在你都不知道自己亲生母亲葬在哪儿了吧？你够了，萧凌！你妈去世这个玩笑一点也不好笑，而且你已经说了很多次了，你越界了。好，那就赶紧签字吧。你真以为我不敢签是吗？苏总，三思啊，萧凌名义上还是你的丈夫，如果他从苏氏集团离开，没有人要的话，你岂不是更丢人？我没人要，这些年多少猎头找我，花重金挖我，我毅然选择留下来。好啊，那我现在就要看看，到底是苏氏离不开我，还是我离不开苏氏。我当年嫁给你已经够丢人，现在再被人骂，是我活该。这两份协议你看都不看你就签字吗？看什么看？我现在就希望你赶紧消失，离得越远越好，最好永远不要再出现在我的视线里。好，那就如你所愿。真的？你又要干什么？萧哥，这次 bug 事件闹得沸沸扬扬，已经严重影响苏氏的声誉。不过我做了危机公关，对外宣称所有的 bug 都是你留下来的，你不会介意的吧？凭什么？萧哥，这件事儿总要有人背锅。你既然已经从苏氏集团离开，也是废物一个，那还不如物尽其用，这个锅给背下呢。你们真够无耻的！凭什么这盆脏水往我身上泼？你要是没做，证据呢？拿出来看一看。如果没有的话，那我们说是，那就是了。好，苏雨晴，这件事情你也同意了是吧？枪泽的决定就是我的决定，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公司好。苏总，我已经向省内同行公布了此次 bug 的事件说明，整个省内同行都已经知道是萧凌暗中操作，在公司代码中植入了 bug 作为要挟。虽说萧凌有点名誉受损，但起码保住了苏氏集团。阿泽，这次做得很好。
啊，你们做的可真够绝的。但我奉劝你们一句，这世上就没有不透风的墙。是啊，小敦，你以后可别再搞这种小动作，省得被发现了之后，害的是你自己。多行不义必自毙。你们觉得这样就可以搞垮我是吧？那我也告诉你们，我跟你们根本就不是一个层面上的人。哼，还开始吹上牛了。你现在的名声已经完全臭了，就算出去也掀不起什么风浪，还不如好好在家里待着，给苏总做个贤内助呢。萧凌，你不如跪下来求我，我还能考虑把你留下，你能继续在苏氏做你的萧总，这样公司还能换来一个以德报怨的美人，如何？不必了，这样肮脏的地方我不稀罕。不稀罕？可现在苏氏已经是你最好的选择了，不是吗？别的公司根本不可能要你这个人品败劣的家伙。谁说没有？我宣布任命萧凌成为星河集团副总。我靠，这是星河集团老总吧？全国实力前3的大型集团，原来萧总能去的是星河集团呀！良禽择木而栖，要换作是我，肯定也愿意去星河集团呀。拜托，你是什么小看了你？萧总可是去当副总的，能一样吗？强总啊，您刚刚说的是萧凌？没错，就是萧凌，萧总。蒋总，萧凌技术一般，只是因为她是苏总的丈夫，才成为我们之前项目的负责人。你可千万别看走了眼。废话，我蒋星河何曾看错过人啊？反倒是你们两个，各位愿意看人底的家伙。强总，可能是因为这次 bug， 您对我们公司有所误解，才会做出挖人这种举动。您可千万不要盲目做决定，像萧凌这种人做了您公司的副总的话，这可不是什么明智的决定了。苏总，您恐怕不知道，我早就挖过他好几次，只不过呀，他念及苏氏的旧情，一直不肯离开。怎么可能啊？你为什么要挖萧凌这种废物？这就是一叶障目不识泰山啊！你难道不知道他在大学时候获奖无数，是全校最看好的明日之星吗？不可能！我怎么不知道？你当然不知道了啊！你都没有关心过他那么多年，甚至在和他谈恋爱的时候一直试探他，怕他图谋你们家的财富。强总，这中间一定有什么误会。您说的那个萧凌，一定不是我们眼前的萧凌。对，一定是重名的。我会认错。我告诉你，我就是萧凌大学同寝室的好兄弟。要不是因为他，你觉得我会跟你结婚？萧凌，你跟蒋总是大学同学的事情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是存心想让我难堪？我跟你说什么，你相信我呀？你不都相信你这好助理吗？不是苏总，你怎么还好意思问我和他什么关系？你为什么不知道啊？这么多年来，你有了解过他吗？有认识过他亲戚朋友吗？我还听说呀，你甚至连萧凌他妈都不让进家门。我当时怕他妈住不惯我家，他妈每次来我都是给他妈订大酒店的。对，这点我可以证明，每次的套房都是我订的。闭嘴！你算什么东西啊？人家苏雨晴和萧凌两个都是笔下丧夫呀。强总，我之前确实不知道你跟萧凌的关系，不过这都是家务事了，现在大庭广众的也不方便说，不如我们就来聊聊公事。我怀疑萧凌故意在我们项目软件上留下 bug， 您要聘请这种人当你们副总，对星河集团的舆论也不太好。苏总，您是在威胁？我也只是实事求是罢了，毕竟星河集团作为行业龙头，聘请这种劣迹斑斑、受人唾弃的伪君子做副总，恐怕不是什么明智的决定。老萧的人品我在前说过，他绝对不可能故意制造 bug。倘若是日后
星河集团遭受任何的舆论攻击，我的房屋绝对会追责到底。无论背后是谁，绝不姑息。好了，都你他妈两个瞎子，老乡，你在这就是民众红尘了啊！都走吧。老肖，今天是我太冲动了，你不会怪我吧？嗨，我怎么能怪你呢？我知道你是帮我出头。主要是你小子太重情重义了啊！苏雨晴那一眼我都看不出，也就你还处处留情。可不是你说这样的啊，我只不过是不想跟他再发生争执。你看看这个，我靠，老肖，你终于下定决心离婚了，恭喜你啊！从今以后脱离婚，终期做人。哎，说的像我刚出狱一样。那你现在和刚出狱是有什么区别？不过苏雨晴这怎么舍得放你这个摇钱树离开呢？当初签字的时候，他看都没看得见。难怪，他眼里啊，就只有那个白月光助理，哪里还有你的位置？哎呀，反正现在一切都过去了，咱们兄弟俩终于能重见，重新开启新征程。对，啊，对了，老乡，你还记得咱们大学时构思的那个领航计划吗？那个我肯定记得。如果设想成功的话，将颠覆整个 IT 行业。不过，这也早放弃了。老肖，我还能不了解你吗？你呀，就不是一个半途而废的人。这么多年，我相信你再忙也没放弃。是我肚子里蛔虫吧？喏，这个呀，是我给你准备的礼物，一家新公司。你给我开个新公司？没错啊。现在开始，你不仅是星河集团部，还是公司老板。将来集团的所有资源，你可以随意调用。不是谢哥，你这是豪赌啊！你对我这么信任？哎呀，这不恰好苏氏把你老员工全部辞退了吗？你呀，将他们全部召回，全力攻克领航计划。我希望你可以放开手脚，大展宏图。好。成功了！成功了！成功了！好！在各位的员工的努力下，咱们一定会赢。蒋总，您怎么过来了？我叫你萧凛，你却总称呼我蒋总，这不合适吧？啊，姐，薇薇姐，我和你同年，我月份还比你小，叫我姐合适吗？那我以后你就叫我薇薇吧。好，薇薇，那您这次过来是过来视察工作吗？我是看你们最近工作比较辛苦，加班加点的熬夜，睡觉都是在公司。领盒计划短短3个月就能成功，离不开大家的努力，所以我是特意来犒劳你们的。看我这眼力劲！来吧，兄弟们，蒋总给大家买的夜宵分一下。
了，小李。下周正式的发布会，你确定能成功吧？放心吧，我们已经到最后的调试阶段了。下周的发布会，联合科技一定会惊艳世界，颠覆整个时代。晴晴，你找我？为什么我们公司最近的业绩下降的这么快？这些天新招来的工程师都在处理公司的老项目，实在没有精力去拓展新的业务。都多长时间了，还没适应？新员工嘛，还需要些磨合的时间。都怪之前那帮老员工弄的鬼怠慢，实在太过复杂，懂得的人看都看不懂。你让他们给我尽快的适应。公司现在的业绩一溃千里，各种 bug 层出不穷，客户的投诉电话给我手机打的我都不敢接。我听说外面几家公司还要联合起来一起起诉我，我整天被这件事情整得头都要大。放心吧，晴晴。妈都出去了这么几个月了，怎么还没回来？哦，老太太没有和你说，她从东南亚回来之后，没过几天就去欧洲了。妈这退休之后的日子过得是真悠闲。晴晴，你是不是一个人在家住着害怕，所以想让老太太早点回来陪你啊？小林离开家已经3个月了，每天都是我一个人住，确实有些孤单。晴晴，你要是一个人在家住着害怕，晚上我可以陪你一起。不用了，谢谢你关心我，阿泽。我一个人待惯了，有人没人对我来说都没什么区别。你是不是还想着小林？当然没有了，这怎么可能？我呀，那个萧林的死活我都懒得管。那就好。对了，最近圈内出了一个爆炸性的新闻，你知道吗？你是说那个新科技公司？我听说他们最近研发了一款颠覆性的产品。没错，他们明天要召开新闻发布会，咱们一起去，好不好？去学习学习也好，顺便笼络人脉。一旦遇到人才，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挖回来。这个联合科技还真是有实力，请来了这么多圈内的商业大佬。那是当然了，据说呀，这个零和计划软件能提高大型公司至少20%的办公效率。如果一切属实的话，那会让全世界都进行颠覆的。也不知道做出这样一个跨时代产品的某人究竟是何方神圣。如果能一睹他的真容，那真是太好了。你放心，咱们这位圈内新贵啊，一会儿会亲自上台给我们讲解这款软件的全貌，到时候我们好好看看，看看能不能有机会合作。他怎么在这？刘总还没有来凑热闹。萧凌，几个月不见你回家，我还以为你死在外面，原来还活着呀！我已经不是苏氏集团的人了，我在哪儿跟你有什么关系？萧哥，话可不能这么说。你和苏总还有婚姻在身，你的言行举止都代表着我们苏氏集团的意义。是吗？苏总，我怎么觉得我不像你老婆？她倒挺像。你说什么？好了，别跟这种人计较。萧凌，你今天在这儿等我，是为了求我原谅吗？求人嘛，就得有求人的态度。
可不能故意摆谱。哼，是吗？那我要求你原谅我什么？当然是求我原谅你擅离职守，求我让你赶紧回到苏氏了。苏以前啊，你也太自作多情了吧！我可从来没有想过让你原谅我什么。行了，小明，别假清高了。你以为我不知道？当初蒋总说让你做副总，那不过是看在你们老同学的情分上。以你的实力，你真以为自己能做得了星河集团的副总？苏总，萧林胸前佩戴的那个徽章，不是星河集团的。是啊，这星河集团的徽章不是六芒星形状的吗？这原子构造的徽章是什么公司啊？我还从来没见过。您都没见过，那肯定是个名不经传的小公司呗。萧凌，星河集团果然没让你当副总啊。确实，蒋总当时那番话呀，不过也就是顾着你们大学寝室室友的颜面。萧哥，要我说，你还是回来吧。与其在外面无所事事，在小公司里混日子，还不如回苏氏集团发光发热呢。要想回来也不是不行，但我还是那个条件，萧凌，你必须为你的言行给我和江泽跪下道歉。哼，在这么多行业大佬的面前下跪道歉，岂不是颜面尽失？你们不知道吗？这个萧离之前在苏氏集团的软件里故意留下许多版，导致他离开苏氏以后，苏氏立刻陷入困境当中。也难怪最近苏氏处事低调了许多。要真是如此，他确实应该跪下道歉。跪下道歉，跪下道歉，道歉，听见了吧？这可是群众的呼喊。萧凌，你今天不给我和江泽下跪道歉，我们苏氏集团将会在未来整个行业彻底封杀你。封杀我？那也配？你怎么说话呢？太嚣张了！我们就是要封杀你，让你在这个圈子里彻底混不下去。封杀！封杀！封杀！看见了吗？大家对你的言行都觉得很可耻，可偏偏只有你不以为耻，反以为荣，真当苏氏是吃素的。之前的苏氏是一只插翅的猛虎，现如今我看就是一只掉牙的大猫吧。而你们还真就是吃素。放什么屁！敢侮辱苏氏集团！这几天你们苏氏集团最基本的维护都没有吧？那又怎么样？那是我们公司的员工，还没手熟。手熟？代码这种东西没有手不手熟，只有精与不精。你们苏氏集团现如今已经是一个空架子，而你作为代理董事长，竟然一无所知。不允许你侮辱江泽，更不允许你侮辱苏氏。苏总，萧哥也是利己乱投医，所以才选择撒谎污蔑公司的。你可千万别怪他啊！没错，像你这样一个偷偷的在公司项目里面放 bug 狗东西，哪来的资格指责别人？我不可以为他证明。萧总，他没有说谎。你们不是？哦，原来是你们啊！被苏氏集团辞退以后就怀恨在心，现在跑过来砸场子来了。抱歉，这场发布会我们才是主角。哼，你们可真敢说呀！苏总，这三个家伙胸前的徽章和萧林的是一模一样的。哈，我明白了，萧凌啊，你该不会是自己成立了一个公司，然后专门招收我们苏氏不要的残兵败将？诸位可要擦亮眼睛啊！像这种小公司可不能合作啊！萧哥，要我说，你还真是重情重义。
苏氏集团辞退的人，你马上就注册了新公司，真是给他们找了一个养老的地方，真是个大好人啊！你们真是来参加会议，不做一些调查？我们的标志，你们不觉得眼熟吗？眼熟，眼熟的很呐，好像是某个养老院的标志吧？哎，下成不会不用，新闻发布会马上开始了，你们看看准备好了吗？哟，还在这儿装神弄鬼呢？该不会是想去偷窃其他公司的技术材料吧？江泽啊，我可没有你这么无视。你对苏氏集团做的事，我是一清二楚的。这小子，该不会真的知道我最近的筹谋了吧？不成，必须要等他在这里踩死，不能让他犯一个好事。萧凌，今天是行业盛会，不是你一个小公司里的人就应该出现的。那你想干什么？保安，把这个人给我轰出去！老板，什么事？你们不都看见了吗？这个货在闹事儿，赶紧把他给我赶出去！什么？你们说他在闹事？对啊，就是他们捣乱，在座的各位可都看见了。把他赶出去！像你们这种小公司，就不应该出现在这。苏雨晴啊，你觉得我公司小，但你马上就知道，我公司的名誉将把你们苏氏集团狠狠地踩在脚下。就凭你和你招的那群老员工，你们能干什么呀？可不是嘛，带着那帮老东西，你那个公司迟早得倒。哎，你们愣着干什么？要继续放任他胡作非为，后面出事儿了，等你们老板怪罪下，别怪我没听说。可是他就是我的老板。妈，别在这胡说八道！他是你老板，他难道不是林和？林和，难道说萧凌真的是联合科技的老板？肖总，现在要怎么办？是不是要将他们赶出去？没事，你们先下去。我去，搞了半天，原来人家的新公司就是联合科技呀！联合这种科技新贵，老板居然如此年轻，真是让我没想到。联合这样的研发实力，肖总有必要在苏氏集团的代码里埋雷吗？肯定是苏氏集团的阴谋。小玲，是在骗我对不对？联合不会是你的公司？他没有骗你。这不是星河集团老总的姐姐吗？看来这传闻说的果然没错，这萧凌和星河集团的关系匪浅啊！何止啊，我看他和肖总关系也不一般，这种时候出面，特意给肖总站台。你懂什么？人家那是郎才女貌，天生一对儿。萧凌不仅是领和科技的老板，还是我们星河集团的副总。他这样的人才，我们星河集团趋之若鹜。萧凌，我在帮你减肥呢。萧凌，你跟这个女人，你没什么要跟我解释的。我是萧总今晚的女伴，这有必要向你解释吗？我是他老婆，法定的妻子。你跟这个女人大庭广众，搂搂抱抱，举止亲密，是存心想让我难堪是吗？苏总，这两个人肯定有对。我说呢，怎么非要跑到星河集团去当副总？原来是抱上了蒋建威的大腿啊！蒋建威，你也真能作的，明明自己有钱有颜，却非要这么下贱，去给萧凌当小三。这贱女人，你打我！苏雨晴，你够了！你之前对我百般羞辱也就罢了，你现在还在羞辱别人！
你自己找小三，你还用理了？我找谁？我现在已经把婚跟你离掉了，我现在是单身的状态。你跟我离婚了，我都不知道。啊？给你看个地。这不可能！我怎么不记得我跟你签过离婚协议书？这绝对是伪造的！我从来不做违法的事情，你自己好好看看清楚，这是不是你自己的亲自签名？当时那个时候，可能离婚了。你觉得我不可能跟你离婚，所以你对我百般刁难，你对我人格侮辱，你没有拿我当人，拿我当你的奴仆。没有，你胡说！那为什么我跟你说，你妈去世了你不相信，而江泽跟你说的每一句话，你却深信不疑？江泽他是我的白月光，他永远不会骗我。可是你，小玲，你只想图谋我们苏氏的财产。如果我真的图谋你财产，我早就……现在才放心一下。好，算了，苏先生，你就好好保护你白。我希望你不要后悔。好了，小林，开始吧。大家好，我是联合科技肖林。今天我给大家隆重介绍一款跨时代的这怎么回事？联合计划。小林，你倒是说话呀！小林，你这个混蛋！你以为你自己现在功成名就了，了不起了，就能把我一脚踹开了？我不会让你如愿。苏总，有好几家合作公司因之前项目频繁出现 bug， 缺乏维护，已经将我们告上法院，这是反映传票。饭桶，养你们干什么？什么事儿都干不了。苏总，这几个月请的工程师已经换好几波了。就我本来就是一群无能之辈，我们苏氏有的是钱，大不了请新人。可是肖总团队在的时候，这些维护工作我们从来不用担心，他们走了之后才出现这么多问题的。你什么意思？你在指点我？苏总，现在联合科技不值100亿，而整个星河集团股票上涨也不止10倍，我看不如将肖总他们请回来吧。怎么，我们苏氏没了萧凌，就什么活都干不了了？你愿意干干，不愿意干就滚蛋！苏总，对不起，这是我的辞职信。连你也要辞职？很好，我同意了。滚！统统都给我滚！都别待在公司里！小玲，现在只有小玲能救公司。小玲，你居然也不接我的电话，是不敢面对我，偏要找到。小玲，你妈去上厕所了，要不等她一下？不用了，我偷偷告诉你啊，我妈不是上厕所，我妈这个人刚从乡下回来不行，受不了这种大场面。你怎么不早告诉我？你也没告诉我，你偷偷把妈从乡下接过来。今天是领合计划市值突破100亿的大喜日子，来，大家一起干一杯，庆贺胜利！干杯！干杯！哟，这么热闹。怎么了？难道我不能来吗？小玲，你的这个领合计划，我记得早在苏氏的时候你就已经在设计了吧？原来你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做好了要跳槽的准备啊！金雨晴，你几个意思？兴师问罪？当然，既然萧总要跟我离婚，那咱们就公事公办。领合计划是你在苏氏的时候就已经在设计的，那我们苏氏集团是不是得占领合计划1半的股份，
真无耻！永和计划，我上大学的时候就开始构思了。那按照你的意思，我是不是还要分给我大学一半股份啊？少狡辩，萧凌，你敢说你的技术在苏氏没有任何的提升？如果不是苏氏拿项目给你练手，你能有今时今日的成就？哦，我明白了，苏以晴，你不是来兴师问罪的，你是来求小凛看在往日的情分上帮苏氏一把，对吧？少胡说！我怎么可能求他？他就是个骗子！苏氏的栽培针我这辈子都不忘，正因为这样，我才会对你一忍再忍，导致了你目中无人、骄纵蛮横的脾气。但妈走之后，这份恩情我早就不欠了。少胡说八道的萧凌！我告诉你了，那盒子里面装的明明是你妈！晴晴，晴晴，晴晴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怎么在这儿？晴晴，好些日子不见了，你怎么瘦了？是没有按时吃饭吗？哎呀，萧林这臭小子，还说你工作忙，不能来参加庆功宴。人家这不是来了吗？妈，晴晴就是过来看一眼，一会儿她还有事儿。是吗？不坐一坐呀？晴晴，你平时工作太忙，可不能这样子，还得注意点休息。对，哎呀，我最近是有点事儿。不可能，小林的妈妈明明还活着，那个盒子，我们想要安葬你，偏不让你们如愿。真的是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你接电话呀！我电话怎么打不通了？你问问他，我曾照顾过老太太。他家里安了监控，看了监控不就知道这些年是谁照顾他的吗？苏以晴，你究竟做了什么？原来萧凌不光在公司加班加点做项目，回家还要照顾妈。这些年，他究竟是怎么熬过来的？苏总不好了，江泽带着一名客户来到大厅，说是来收公司的。我知道了，我一会儿会过去的。江泽之前都在骗我，他现在应该知道我妈究竟在哪里。江泽，你这些年根本就没有照顾过我妈，我妈人现在究竟在哪儿？苏总，你先别着急嘛，这些私事儿我们等会儿再说。现在我是来收你们苏氏的。你要收我们苏氏？你凭什么？你记得吗？之前我来公司谈项目的时候，你们告诉过我3个月内会给我满意的交代，现在过了约定期限。我们苏氏最近确实是遇到了一点小麻烦，可能会延期，但是没关系，合同上的赔偿我们都会履行的。好，那就按合同上的约定。你们苏氏集团现在归我们公司所有了。江泽，这合同是你签的？对啊，100亿的大合同，说签就签，连跟我说都没说过一声，这还是对赌协议。3个月之内不完成项目，就要赔偿苏氏的所有股份。作为公司股东，理应有权请定额。再说，罗威当初可是来过公司和你详谈的呀，你不也是同意了吗？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你个蠢女人，你到现在还不知道啊？
我和江泽才是一对儿。江泽，你今天必须给我一个解释。没这个必要了吧？微微不是已经告诉过你了吗？不可能！我要你亲口给我解释，你亲口说。你现在的样子真是令人厌恶，怪不得萧凌那个软蛋会离你而去。你说什么？像你这样蠢货的女人，根本配不上我。我接近你，就是为了得到苏氏集团。你不会还傻傻的以为我是为了我们当初的爱吧？真是傻的可怜。所以你一直都在骗我。唉，反正你现在一无所有了，整个苏氏集团未来都是我和微微的。告诉你实话也没关系。其实萧凌从来没有骗我，你妈真的死了。这些天都是我冒充你妈的微信在和你聊天呢。不可能！我妈真的死了。妈，女儿对不起你。说到底，我还得好好感谢你，不仅将整个苏氏集团的拱手让给了我，当初萧凌费尽心思为了救你母亲找到的特效药，也是你亲手送给了我妈。你这个混蛋，我杀了你！从现在开始，苏氏集团都是我。来人，把这个家伙给我轰走！江泽，我死也不会放过你的！肖总，苏雨晴又来了。不用理他，这次不行，你还是出去看一眼吧。夏亮，如果我以后犯了什么不可原谅的错误，你会原谅我吗？那要看看你犯的是什么错误。哎呀，你就说嘛，你原谅我不？如果是特别严重的错误的话，我写个道歉信就行了。就这么简单？到时候你写上晴晴错了，求老公原谅。你占我便宜你！苏雨晴，你又要干什么？老公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现在才知道，原来这些年一直是你在照顾妈，和她形同母子。我也知道你跟我说的都是真的，我妈真的去世了。我还知道，你还知道江泽骗了你，苏氏集团是他的掌中之物了，是吗？小玲，我知道我犯下的错，你是肯定不会原谅我的。但是我求求你了，你再帮我一次，我真的不能眼睁睁的看着苏氏就落进江泽那种人手里啊！苏晴，我告诉你，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，我是不会帮你的。小玲，之前是我瞎了眼，错信了人，明明你才是我最亲近的人，却错信了江泽。小玲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对不起，我对不起。那别在这跟我演戏。我说我不会帮你，但我没说我不会帮苏轼。真的，你答应帮我。我可以帮你重新夺回苏轼集团，
但从此以后，苏氏不再属于，接受吗？小玲，你也要趁火打劫吗？果然，狗改不了吃屎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妈把股份都给了你？对，你作为代理董事长，许诺给江泽的股份是不作数的，所以你们签订的合约自然也是违法的。我明白了，苏氏集团留在你手里，妈的在天之灵也会安心吗？老公，这次咱们可发了，下半辈子不用愁喽。那是当然，也不看看你老公是谁。你们的确是不用愁。你怎么？现在整个苏氏集团都是我的，你要找苏雨晴，回家找去。我看不一定啊。我岳母临终前呢，把所有的股份转交给我。你以股东身份跟刘威签订的合约，在法律上是没有效力。什么？居然把股份给了你，而不是苏雨晴？还有啊，你呢跟刘威的关系特殊，你们涉嫌欺诈。这两位是商业局的，他们有话跟你谈。江泽、刘威，你们之前的行为涉嫌商业欺诈，请配合我们回去协助调查。辛苦了。小玲，怎么样了？成功了吗？小秋，我是爱你。我之前骗你，是因为我想把公司盘下来，和你一起分享。我求你了，我不想坐牢。你做梦！事情到今天这一步，都是因为你。事到如今，你还想骗我？我没有骗你，我刘伟，我只是玩玩而已。我对你才是真心的。江泽，你这个畜生啊！我都这么说了，你就原谅我吧。滚开！离我远点儿！一点机会都不给我，你是想毁了我的人生。等等，到，这就是你妈的目的。妈，女儿对不起你，连去世的消息都是过了好几个月才知道的。妈，你能理解吗？多亏了萧凌，让你妈才有了一个安葬之地。在当初，也都被你养。我知道，舅舅，我知道是我造成了这一切。当初我但凡能多信任小玲一点点，就不会造成今天的局面。我如今亲手断送了我妈的性命，我还差点把她骨灰扬了。我不是人，我不是人。你果然还是告诉他母亲的墓地位置。毕竟他们是母女。他被江泽拍瞎双眼，以后的日子怕是不好过了。你不照顾一下？他自作自受，就让他下半辈子在痛苦自责当中度过。他这样活着，比死去还要难受。哦，那你跟他好好过下半辈子吧。我想过下半辈子的人，另有其人。谁呀？